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超爱喝酒，但是只能喝3杯的3杯芋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说到意大利红酒，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我的第一印象是酒单基本看不懂，各种各样的葡萄种类让人简直挑花了眼。还有就是很多红酒让人感觉风格比较强烈，要么酒精度很高，要么喝起来就比较酸涩，不是让人觉得非常容易入口的那种。但是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逐渐开始喜欢上了意大利的那种强烈风格。这里也想给大家介绍3款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意大利红酒，价格都在20欧元以内，平时拿来当配餐酒非常合适，我自己也回购了很多次。那我会按照风味从偏酸到偏甜的顺序来依次介绍。那第一款红酒是来自 Factorio Rodano 的 Chianti Classico。Chianti 是意大利的一个产区，位于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，也是这个地区最著名的红酒之一。那市面上售卖的 Chianti 有很多种，我自己是比较推荐直接买 Chianti Classico， 因为它是来自这个产区最原始的核心区域，品质也比较有保障。那大家买的时候呢，可以认准这个黑公鸡的标志，就知道自己是不是买对了。我一开始接触 Chianti 是之前去佛罗伦萨旅游的时候，每天晚上吃饭基本搭配的都是 Chianti。那当时我的第一印象是感觉比较酸涩，并不是我自己喜欢的类型，但是人都是会被打脸的嘛。当我在一间餐厅吃饭的时候，喝到这款 Chianti， 就突然 get 到了这个酒的魅力，所以我回荷兰之后呢，也就是直接从网上下了1箱的订单。我们可以看到酒体是非常漂亮的红宝石色，那我们来闻一下，它闻起来呢是有那种带酸味的红色水果的香气，甚至还有一些森林草地啊、矿物质的那种的香味。我们来喝一口啊，入口能马上感觉到这个酒体和单宁，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很柔滑顺和的。你能尝到酒的酸度，但是绝对不会很尖锐，反而让人觉得回味悠长，非常复杂的一个口感。入口能感觉到覆盆子啊、草莓等红色水果的果味，以及新香料的味道，甚至还带有一些咸味。那这也是 Chianti 这个酒本身的一个特色。那这款酒呢，其实是一款混酿，葡萄的种类呢，包括了著名的意大利的葡萄 Sangiovese，这也是 Chianti 红酒里经典的葡萄种类。那么酒庄还同时混合了其他的一些葡萄品种。那么当时在佛罗伦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，这个餐厅的服务生介绍说，这个酒庄是一个很小的家族酒庄，保持了比较传统的一个酿酒方式，他们坚持手工采摘、有机种植。总体而言呢，这款酒保持了 Chianti Classico 它本身的一个酒的特性，但同时呢，它真的是不会过酸，也不会过于的涩口，难以入口，而且总体而言性价比很高，非常推荐哦。只是它可能不是特别的好买啊，因为这个酒庄它本身出品就比较少，所以大家如果买不到同一款酒也没有关系，可以试试看其他的 Chianti Classico， 但是就是认准这个黑公鸡的标志。那第二款先给大家介绍的酒呢，是一款来自意大利南部 Salento 的 Primitivo。Primitivo 是一种意大利南部的红葡萄品种，也是我最喜欢的意大利红酒之一。基本去意大利餐厅10次里大概有7次我都会点 Primitivo。那 Primitivo 这个名字在意大利语其实是早熟的意思，因为这种葡萄成熟的比较早。它的特色呢是果香非常浓郁，而且入口有一种很强烈的李子的那种风味，而且酒精度也比较高。Primitivo 主要种植在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地区，最著名的一些产区包括 Manduria、Salento 等等。因为普利亚的气候比较干燥炎热，葡萄糖分比较高，所以酿出来的酒往往都是果香非常浓郁，风味也很复杂。虽然最著名的产区是在 Manduria， 但是这次我想介绍的是来自 Salento 的这款 Tefilari Primitivo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酒的颜色是比较深的，它的光泽整体是呈现出一种紫色的感觉。我们来闻一下酒。那闻上去呢，第一感觉是它带了一些就是陈皮啊、丁香啊这种很微妙的香料的香气，还有一些微微橡木桶的味道，当然还有 Primitivo 本身比较特色的那种黑色水果的香气。那我们来尝一下酒。一入口就是 Primitivo 那种非常典型的李子啊、黑加仑啊、黑莓的那种味道在你的嘴里爆开，
果味非常浓郁，而且也能感受到它本身比较厚重的酒精度啊，因为这个本身是14.5度的这个酒精度，然后单宁整体还是很柔顺的，入口是很丝滑的一种感觉，然后它的回味是属于比较甘甜的，整体的回味也非常好。那这款酒呢，在酿造过程中呢，酒庄也是采用了一个意大利比较独特的一个技巧，把大约30%的葡萄在采摘前进行一个轻微的天然风干处理。那意大利语是 appassimento， 这样就可以让果实的水分略微蒸发，那糖分和风味也就更加的集中，所以就有了那一入口非常强烈的那种黑色水果的那个香气。那这款酒呢，我之所以强推它，也是因为它本身是性价比之王。那在荷兰的小伙伴呢，在 Jumbo 超市就可以买到，原价大概是13欧左右吧。那印象中经常有打折到10欧、9欧这样。而且这款 Primitivo 呢，还得到了 Mundus Vini 的金奖，还有 Decanter 的银奖，所以总体市场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。那我在前几年它还没有得奖的时候，就经常购入，总体味道都非常的不错，而且性价比真的是非常好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果味非常浓郁，充满了李子啊、黑加仑啊、黑莓香气的这种葡萄酒，并且它回味是比较偏甘甜的那种，那这款酒真的是很值得推荐。那第3款酒，它的名字非常长啊 ，Rosso da Uve Apposite。其实谷歌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风干的葡萄做的红酒。那这款酒呢，是来自意大利中部的阿布鲁索地区，这个地区西面是山，东面临海，所以是地中海气候的同时，昼夜温差又比较大，所以酸度和成熟度可以兼得，风味也更加集中。意大利的酒一般来说就是北酸南甜，而阿布鲁索刚好是在中间。比如第一款的 Chianti 就是来自托斯卡纳地区，算是中部偏北一些些，所以味道整体而言比较酸。而第2款的 Primitivo 呢，则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地区，所以总体的口味就比较甜。而 Abruzzo 的风格刚好就卡在中间，有成熟的果味的同时，又保留了一定的结构。那这个产区的产量也是很大，是意大利的第5大产区，土地也比较便宜，所以产出的酒呢，也算是性价比很高。那我们来请侍酒师倒一下酒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酒的颜色是比较深的，类似于第2款的 Primitivo， 略带紫色的光泽。我们来闻一下酒，闻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黑色水果的气味，像黑樱桃啊、李子啊、黑莓这样的香气，而且还有一些橡木桶的味道。我们来尝一下酒，总体口味略带甜感，能明显感受到成熟葡萄的果味以及干果啊、果酱那样的浓郁风味。那总体甜度呢，和第2款的 Primitivo 差不大多，喝起来非常顺滑，容易入口，然后这种甜感也是恰到好处的。再回到这款酒本身，从名字就可以看出，它也是采用了 Appassimento 的工艺，就是用自然风干的葡萄进行酿造，所以总体的风味会更加浓郁，糖分也会更加集中，所以就是从风格上更偏向南部的酒，类似第2款的 Primitivo。而葡萄的品种呢，则是 Abruzzo 地区最主要的葡萄品种 Montepulciano。这种葡萄本身带了很多黑色水果的味道，而且不会很酸涩，所以酿的酒也很适合日常饮用。那认识这款酒的契机呢，是我去我家附近的酒店买酒的时候，店家推荐的。店家是个非常热情的老爷爷，经常会介绍店里卖的很不错的葡萄酒。这款酒呢，是在意大利酒的那个专柜里，基本快被卖断货了，只剩下最后的2瓶，所以我就在他的推荐下买了回家尝尝，结果发现非常喜欢，而且售价是14.5欧，所以真的性价比很高，非常推荐。OK， 那这次介绍了意大利的3款酒，有酸有甜，各自的风格都很强烈，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款酒呢？那 Food Wine 系列的视频周期拍摄会比较长，所以更新频率也会慢一些。那视频拍摄不易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、加订阅哦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那市面上售卖的 Chianti 有很多种，我比较推荐